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公子视频。好长时间没有回应网友的留言了啊！最近呢，我在 YouTube 上边贴了一段我对台湾政治共同体的看法，是有一点带有学术性的讨论，但是遭到了很多网友的批评啊。有一些可能觉得我是在支持赖清德、支持民进党，因为他们支持别的党派，所以对我展开了批判。那么在此呢，我就做一点点回应。那有人就讲到说，您的立场有点太偏颇，台湾需要避免战争，但也需要团结。您不知台湾内部族群已经被统独问题撕裂多年，寻求美日帮助不完全是只战的万灵药，光是美日是否真的出兵，谁能保证台湾3个候选人不管谁当选，跟美日的关系都不会改变？所以你这个亲美日的人选是指谁？假如真的避无可避，我觉得倒还不如务实的备战。我不怀疑美国最强大，但生存的希望寄托在别人手里有点可笑。他这一段说的，除了第一段说我偏颇以外，其他说的我都是赞同的。也就是说，他上来说我偏颇，但是后面所有说的话都是我的观点，就基本上都跟我的观点是一致的。我之前有讲过，台湾人需要团结，这是第一位的。虽然没有美日的支援是不行的，但是你肯定在心理上面，你不能够完全依靠对方。如果你自己没有坚定的抵抗的意志，谁也帮不了你。这是我之前一直在讲的。所以说他讲的其实在重复我的观点，但是却说我偏颇，我不知道是为什么哈。他可能完全没有看过我过去的节目，也不了解我，这就当做这观众在支持我的观点了。好，下边有一个人说，你们这些没有投票权的，整天在那唧唧歪歪什么？正是因为我们没有投票权，我们才唧唧歪歪的，对吧？你有投票权，你为什么在这唧唧歪歪呢？你直接投票就好了吗？对吧？我觉得这个逻辑上啊，需要好好重新思考一下。然后他再说，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台湾人选总统，一堆不相干的人整天在那说三道四。台湾被踢出联合国的时候，你们在哪儿？台湾不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你们有帮忙讲过一句话吗？台湾不能加入任何国际贸易组织，你们又在哪里？我不知道他是不是针对我啊，但是他如果针对我的话，那他就错了，因为我一直是在挺台湾的，包括这个疫情时候啊，包括台湾不能够加入世卫组织，对谭德赛的批判，我从来没有停过啊。所以说，我觉得他应该是不是针对我。如果是针对我的话，他就说明他完全没有看过我的节目。那没有看过我的节目就言之凿凿的去批判，那是不是他自己的问题呢？实际上后面他就暴露了自己为什么要批判我，对我们这么痛恨。他说，你们这些反共人士怎么痛恨中国共产党，那是你们的事儿，别拿台湾来做战场，不管台湾人怎么做，中共都不会满意。然后他紧接着就讲了他的对台湾内政的看法，贪腐无能的民进党已经让越来越多台湾人反感。最后他说，有超过一半的台湾人希望民进党下台，换一个不贪污、真正为台湾人做事的人上去。OK，我不知道现在的台湾的政府官员是不是为台湾做事儿。这里边呢也混淆了一点，就是内政和外交，或者说现在9合1选举都选出了新的人了，民进党大败了，对吧？各县市很多都是其他党派的人，还是没搞好，那赖谁呢？到底是所有事情都是一个党的错，还是说这里边有一些官员的问题，有一些地方的政治的问题？我之前讲过，总统应该是制定大方向的、大战略的，而民进党在这3个党当中算是最稳健的。过去这8年看得非常清楚。他说台湾有一半的人可能都希望民进党下台，这个是有可能的。我不知道具体现在的民调啊，民调可能也有不真实的地方。可是那说明还有另外一半人喜欢民进党，不希望民进党下台呢，对不对？就是每个人代表自己的看法，你投票就好了。OK， 你如果不喜欢民进党，你就投别的党就好了。你既然是有选票，为什么还要在这儿唧唧歪歪呢？那很明显就是因为害怕有些人听了我的话，觉得我说的有道理，最后总统大选的时候投了赖清德，只有这一个解释，所以他们着急了，害怕自己支持的那个候选人选不上，所以在这儿开始骂我，骂了一些有的没的啊，甚至把矛头指向了反共人士，那就更可笑了。到底现在台湾的问题在哪儿？到底是谁对台湾有最大的威胁，对吧？连这个最基本的敌我都分不清吗？然后这位网友他说，历史无法割裂，无法否认台湾和大陆的渊源。这种渊源其实很多国家都有啊，乌克兰跟俄罗斯没有渊源吗？美国跟英国没有渊源吗？对吧？有渊源跟是不是独立主权国家是完全是两回事儿。然后他说，我只希望两岸和平。谁现在在制造不和平的可能性？中国大陆共产党，对吧？所以现在我们应该一致的反对他，就是因为他带来了不和平。
实际上台湾是非常和平的，台湾对自己和平，对别人也很和平。然后他说，如果真的要打，还是要用实力说话。台湾守住了，叫抵抗中共入侵，不仅守住了，还反攻了，那就是蒋先生的梦想，反攻大陆。到时候你想叫自己国家台湾，大陆人民都不答应，台湾人民也不愿意，谁打下这么大片土地愿意放弃呢？我觉得这位观众讲的就是很典型的一些民国粉的看法，就是想回归那个拥有相当一部分中亚大陆的一个大的帝国啊，就是中华帝国的复兴。不管这个帝国叫大清帝国还是中华民国，反正就是一种大一统。但问题是，他太不了解台湾了。他难道不知道台湾人不想当中国人吗？对中国大陆那片土地没有兴趣吗？就他们可能还有兴趣，因为他是大陆人，他希望中华人民共和国变成中华民国，共产党变成国民党，或者变成任何党，他们有这样的看法，希望有人能够解救他们。但问题是，台湾人没有这个义务，也没有这个兴趣，更没有这个能力。他说什么反攻大陆会成功啊，这更是不可能的事情。他就算是愿意反攻，美国也会拦着。过去蒋介石政权一直想回到中国大陆，因为他的合法性、执政合法性在中国大陆，被美国拦着，对吧？他没有反攻成功。后来共产党有了原子弹，就不要瞎想了。现在呢？现在更不可能了，对吧？他只是越来越不可能，但是他们还在幻想说反攻大陆。如果这个时候到了这个节骨眼了，台湾都已经形成自己的政治共同体了，都已经选出自己的总统了，不管这个总统叫什么名字啊，这个国号是什么，但是他实际上是形成了台湾的一个独立主权。在这种情况下，居然还想反攻大陆的这种可能性，这真的是太过于不切实际了。除了这一点以外，前面那一点说抵抗中国的入侵，如果成功抵抗了，实际上成功抵抗等于是更加的巩固了台湾的独立现状。也就是说，如果中共入侵台湾没有成功，台湾成功的抵抗了中国的入侵，那么基本上可以说台湾就彻底独立了。虽然现在也是独立状态啊，没有法理台独，没有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主要原因、主要阻碍就是中共的几千枚飞弹，就是解放军。如果解放军的这个威胁被解除了，他武统失败了，或者他自己就瓦解了，共产党倒台了，就像我这个篇文章里讲的啊，真正在法理上实现了独立。这些法理上的独立，不管是联合国认证、国际社会认证、跟美国、日本建交啊，这些问题都是对现实的追加的确认。就是他现在已经独立了，只是还没有追加这个确认。当战争的威胁被解除之后，那么所有国家都会立刻认可这个现实，就是台湾独立的现实。最后他也说了一种可能性，就是台湾输了，被统一了啊，被武力统一了。没错，那个时候台湾确实就会变成中国的一部分。虽然对台湾来说是一个灭顶之灾，但是中国拿下台湾之后也不会笑到最后，因为他拿下台湾之后，那就要真的被全球孤立，可能会爆发第3次世界大战，因为他下一步就必然是把触角伸向太平洋，挑战美国霸权。那未来跟美国的冲突，他们的舰队会被美国全歼，甚至台湾也会遭到美国的轰炸，因为台湾那个时候很可能成为解放军的基地。这种情况在2战时候有发生过，台湾作为日本的基地曾经被盟军轰炸过，所以事情没有这么简单。我讲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它继承的是一个由专制大一统所建立起来的一个庞大的帝国。虽然它丢掉了外蒙古，丢掉了台湾，但仍然它在很多地区，包括新疆，包括西藏，通过暴力血腥的镇压的方式进行殖民主义，来维持这个大一统。如果这个大一统不是一个自发性的大一统，不是各个地方各个小共同体联合起来自愿的形成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而是通过一个中央集权的手段去暴力的占领这些地方，然后通过镇压的手段、同化的手段去维持它的版图的统治，那么这样的大一统一定是不稳定的，是脆弱的，会随时被瓦解，很可能会被解体，就像当年苏联一样。甚至像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它是各个州主动的愿意坐在一起去谈判，然后形成一个国家，形成一个联邦。即使这样的国家都要经过内战，都要经过重新对宪法的再次确认，才能够统一在一起。更何况像中国这样完全没有民意基础的所谓统一，它的缺陷一定在它出现经济危机的时候暴露无遗。那么最后再看一个观众的留言，他说他本身是反对武力统一的，他说即使对台湾独立也不反对，他说两岸人民和平幸福远高于所谓的国家统一。所以说他说对我的观点大多数是认同的。
但后面呢，他仍然认为说现在两岸的武力冲突是内战的延续。然后后面他说了几点啊，民进党在选举上的获胜一度取代了国民党的统治，并不代表台湾政权的易手，因为中华民国本身的国体就是民主宪政，政党的竞选执政是其必然结果。个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被法律承认的伪政府，他对台湾的政策还在延续他刚建国时的纲领，对于反政府武装当然这指的是反中华民国，就是共产党，对于独裁统治，对于反人类政权，国际上应该有明确的态度。那么他其中讲到一点我不太同意的是说，所谓中华民国的本身国体是民主宪政，你在宪法里怎么写是一回事，你真正怎么实行是另外一回事。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里边还写着有民主呢，对吧？它还有人大制度、政协制度，不是这么回事，它仍然是个独裁国家。同样的，当年蒋家政权仍然是个独裁国家，它是经过多少人的奋斗、流血和牺牲换来的民主化。所以说台湾的政党轮替不简简单单的是政党轮替，它是终结了中华民国的独裁统治，实现了台湾的民主化。而台湾的民主化其实就是本土化，而这种改变实际上是打破了一个假的中国共同体，实现了一个真的台湾共同体。为什么说中国共同体是假的？因为没有实现真正的民主，没有反映民意，中华民国也从来不是民选的，蒋介石的执政也没有得到授权，他是通过武力的方式、暴力的手段去取得的，包括北伐在内，甚至还得到了境外势力的支持。不管一开始推翻满清的时候得到日本的支持，还是后来得到苏联的支持，这个共同体是假的共同体，它是创造出来的、编出来的。包括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是一样的，是用暴力手段维持的，是用洗脑、宣传来维持的。只是过去的蒋家政权在程度上没有做到共产党这样的集权，这也是它的失败原因之一嘛。但是现在的台湾共同体是真实的共同体，每个人是真的有选票，是真的有自由和权利的，所以这样的共同体一旦建立起来之后就很难被取代。那么换句话说，如果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伪政府，那么中华民国它也真不了哪儿去，而只有台湾实现了民主化，也就是本土化，它形成了政治共同体，这个中华民国才成真。而这个成真的代价也使得中华民国这4个字变成了没有生命的躯壳。而如果任何人在今天还使劲抱着这个已经失去生命的躯壳的话，那么就会显得非常的可悲了。有一个观众最后就留言说，我讲的都是谬论，目前不存在台湾共和国。他说蔡英文宣誓就职的是中华民国的总统，这不是你所说的刑事问题。它是不是刑事问题，这不是明显的吗？你去看看中华民国的版图，看看中华民国的宪法，再看看蔡英文他的权力所到之处，真正投票选择总统、中华民国总统的人数，你就可以看出来这之间的巨大鸿沟了。这就是现实跟形式之间的差别。所以说台湾的大选，他选择的是台湾的总统，只不过他的官方名字叫做中华民国总统而已。而这个名字没有改变的原因，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因为那3000枚飞弹。而那些支持中华民国、反对台独的人，难道你们在支持那对准台湾的3000枚飞弹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值得很多人好好的再想一想。好，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欢迎大家点击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见。